近日，一个令人震惊的视频在新加坡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议。视频中，一名穿黑衣的少年被逼到墙角，他脸色苍白，背靠带有安全警示的隔板，而一名少年手握蝴蝶刀，锋利的刀刃直指他的脖子。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旁边的拍摄者发出冷漠的笑声，仿佛这一切不过是场表演。视频中，从拐角处走出另外2名男生，持蝴蝶刀的男生逼问完黑衣少年后，开始一边言语辱骂，一边对其进行掌掴。视频最后，这群霸凌男孩问黑衣少年：“你想被我们打，还是自己脱衣服？”黑衣男孩无奈脱掉上衣和鞋子，以换取片刻的平静。视频在网上传出后，引发了广泛热议。有人回复称，施暴男孩是自己同校生，但被问及哪个学校时，担心被报复而不敢说。事发之后，新加坡警方迅速展开了调查。新加坡警方在7月23日回应称，事情发生在7月6日。涉案少年介于12岁至15岁，因涉嫌参与纠众闹事于7月10日被捕，其中2名分别为13岁和15岁的少年，已于7月16日控上法庭。携带蝴蝶刀的15岁的少年被控在公共场所携带攻击性武器，其他3名青少年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新加坡教育部表示，这种行为不可接受，并强调学校在向受影响的学生及家人提供相关支持。其实，这起霸凌事件并不是孤立，校园暴力及霸凌是一种全球现象，早已跨越了国界。它如同隐匿在暗处的毒瘤，在全球范围内肆意蔓延，无情地侵蚀着孩子们的心灵，破坏着校园的和谐。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报告数据显示，全球约33%的青少年在学校或网络环境中遭受过霸凌，也就是说，每3个学生中就有1个受到过霸凌。这一触目惊心的数据，犹如一记重锤，敲响了我们必须正视校园霸凌问题的警钟。校园霸凌的形式主要有3类：言语霸凌、关系霸凌、身体霸凌。其中，言语霸凌的比例高达64.9%，关系霸凌为24.5%，身体霸凌为10.6%。全球范围内最为普遍的校园霸凌形式为言语霸凌，这是一种最常见的隐形暴力。施暴者通过嘲讽、辱骂、威胁性语言实施精神压迫，常与关系霸凌交织。受害者在遭受言语霸凌后，往往自尊心会受到严重损害，轻者拒绝参与课堂互动，重者会慢慢躲避社交。关系霸凌则是摧毁社交纽带的冷暴力，施暴者以孤立排挤、散布谣言等方式剥夺受害者的群体归属感，往往会引发受害者深度孤独感与自我认同混乱。例如，我是否值得被接纳？身体霸凌是最直观的肉体伤害，施暴者对受害者进行殴打、踢踹，甚至持械威胁，易留下可见伤痕。身体霸凌不仅会造成受害者肉体伤害，还会造成心理影响，可能会诱发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长期伴随身体疼痛后遗症。除上述之外，近年来，网络霸凌、性骚扰等逐步在青少年中蔓延，这些方式也会对受害者产生严重的影响，甚至会导致受害者对人际信任体系彻底崩解。相关数据显示，遭受过校园霸凌后，53.1%的受害者产生孤立感，30.1%出现失眠，22.5%曾有自残或自杀念头。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校园霸凌已从单纯的肢体冲突演变为生理、心理、数字的3维暴力。更令人揪心的是，霸凌的隐蔽性与集体沉默。日本研究发现，中小学生主动报告遭受欺凌的比例持续下降，近半受害者因恐惧或羞耻选择自我囚禁。而霸凌的集团性特征使小团体系统性的围剿异类插班生、单亲子女、农村学生往往沦为猎物。面对这场无声的战争，多国筑起法律与制度的防线。去年，新加坡教育部长陈振声在国会回答校园霸凌事件处理时提到，新加坡采用分层干预模式，轻微事件由教师指导和解，
持续故意霸凌采取严厉纪律处分，严重案件报警处理。同时，通过品格教育预防，建立朋友支持网络，教师培训识别，提供心理辅导，并强调家长合作，目标是教育改造，而非单纯惩罚。中国最新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公安机关对欺凌行为需依法处罚并实施矫治教育，打破校园自治局限。此外，拟取消恶性霸凌的年龄豁免，对瞒报或处置不力的学校追究责任，建立公安学校的双轨惩罚体系。日本通过校园霸凌预防对策推进法，采取年龄精准打击，将刑事责任年龄降至14岁，将18到19岁设为特定少年，强化追责。韩国则延长施暴学生档案保存期至毕业4年。从2026年起，大学招生将参考欺凌处分记录，法律利剑悬顶，让施暴者付出成长代价。巴西去年正式颁布修正过儿童和青少年保护法，明确将校园霸凌行为及网络上的霸凌行为纳入刑法中的犯罪行为，霸凌者将面临罚款甚至监禁。对网络霸凌的惩罚尤其严厉，如通过社交网络等进行恐吓，可处以2到4年监禁。在社交网络或直播中诱导或协助儿童或青少年自杀、自残，虚拟社区的负责人、管理员等将获刑1到4年。英国教育部预防和处置霸凌文件要求每所学校制定专属反霸凌方案，每年11月开展反霸凌周活动，教师被赋予惩戒权利，从口头警告、留校察看到永久开除。更具特色的是反霸凌联合会平台，为青少年提供自我保护培训、举报渠道及心理援助，形成政府、学校、社会的协同网络。美国去年签订的停止校园欺凌法案于今年生效，这是美国首部联邦层面的反欺凌法案。法案要求高校每半年公开欺凌事件细节，包括涉事组织、行为类型及处理结果，否则取消联邦资助。其中，南卡罗来纳州拟将欺凌定为重罪，突破既往模糊报告困境。法国与意大利主要采取心理赋能方式，法国在小学段开设同理心课程，通过角色扮演培养共情能力。意大利推行无需家长签名的心理咨询，破除青少年求助障碍。然而，法律的制定只是第一步，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比如取证难、对未成年人处罚尺度难以把握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困局，家长、学校以及社会还能做些什么来更好地保护孩子？心理学家指出，孩子在校园中的情感发展与家庭和社会文化紧密相关。如果仅仅依靠纪律或惩罚措施，问题往往会被掩盖，甚至可能促成更严重的心理创伤。学校作为校园霸凌治理的关键场所，积极采取行动是十分有必要的。除了出台必要的规章制度，还需建立与家庭联动支持网络。这对孩子，尤其是容易被忽视的边缘个体至关重要。教育不仅要传授知识，还需要培养孩子的同理心和抗压能力。经验告诉我们，真正有效的应对策略，往往需要多方共同协作。社区和社会机构在反校园霸凌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爱尔兰汇聚社会力量，通过全国反欺凌联盟和儿童心理健康联盟等社会机构，致力于整治校园欺凌现象。对于家长来说，可以从小事做起，多与孩子沟通，教会他们如何化解冲突，如何说不，同时支持他们捍卫自己的尊严。蝴蝶刀霸凌事件再次警醒我们，校园暴力的问题从来没有停止过，而它的答案可能比我们预想的更加复杂。全世界的孩子都值得生活在一个安全的世界里，而不是在恐惧中备受折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变革的驱动力。如果你也关心这个话题，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你认为产生校园霸凌的原因是什么？你认为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才可以真正有效？以及还有视频中没有提及到的国家制定的关于反校园霸凌的法案是什么？记得点赞并转发这个视频，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隐秘又重要的问题。